可知，你仍在温柔等着，来献上承受。就是住院这件事情改变了我的想法，我就愿意更多的去寻求啊。所以一方面当然也是介绍我的牧长，给宋文他们认识；另外一方面我自己也总要做个决定吧，哈，不能拖在那儿哈。那就那时候就决定要禁食祷告啊，还买了一本书，叫做《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啊，如何倾听神的声音啊。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神有没有很清楚的跟我说，就是他，就是他啊。那我要确定一下，把我的责任尽了嘛，哈，是不是出于神？我问清楚了，如果不是，那我就交差啦，对不对？如果是，那我再来考虑嘛，啊。如果连问都不问，那我做基督徒不是很不负责任吗？对吧？我觉得基督徒还是由神来带领的嘛。所以我就买了这本书哈，从头看到尾，把本书看完了，我还是没听到神的声音，好，我就觉得这本书真是一点用都没有，怎么这看完了我也没学会怎么听神的声音啊，哈，这讲了半天好像没有什么几点有用的，这样，那我说好，那我就自己想办法哈，我先禁食祷告1个礼拜，然后再找3个人来询问他们的意见啊，3个，一个是我信任的一个最好的我的老师啊，另外一个是我一个很成熟的一个企业家朋友第3个呢就是宋恩他的牧师啊，刘晓婷牧师，刘晓婷牧师，对，他在这个 Good TV 有很带状性的长期的节目啊，那我就做了这个决定，我说那3个是基数嘛哈，3票如果有2票的话，我就继续跟他这个寻求下去，哈，就把这个门继续开着来探讨这个可能性，哈。如果3票都没有，或是3票有2票否定，那我就算了，哈，我就觉得门关了，我就当做哈，这是自己研究出来的办法，当做我有在寻求神哈。其实现在回头来看挺好笑的哈，怎么这么但是没办法，我才刚信2年嘛，真的不能怪我哈，我也不成熟嘛哈，请多包涵哈。那后来我就禁食了1个礼拜啦，看了这本书啦，然后再找了3个朋友啊，好，然后这真的自己打电话去给刘牧师的教会啊，那他接了，我说我是谁谁谁，好，我想跟你谈一谈，哇，他一开始有点讶异，后来就好，那你来找我这样哈。那我2个朋友是持赞成意见，他们也知道我年纪大了嘛哈，也觉得多考虑啊，开放一点啊什么的。我觉得好吧，那结果很让我讶异的，刘牧师反而反对哈，讲了很多什么，他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预备出国啊哈，他现在不能分心啊哈，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很适合晚婚呐哈，我觉得他可能要出国留学或者是牧会啊，再久一点哈。再来考虑结婚会比较适合哈，算是把我劝退啊。我说是，谢谢你的观点哈，那我明白了哈。我就觉得你看，连你的牧师都不赞成，你还努力什么呀？我觉得这已经差不多很清楚、很明白了吧？哈，我就回去很高兴的跟宋恩讲这个事情，说你看。你牧师也不愿意我们在一起，他觉得你适合晚婚，你听到没有？结果宋恩的回应让我感到相当的惊讶。那牧师你怎么回应的？当时首先我很讶异，就是 Sharon 他会采取这些的行动。那我觉得以他当时那状况，也是算是非常 practical、非常务实的方法去寻求这些的咨询这些意见，跟寻求神的带领，还有他最后要去做这个决定。那但是也同时就让我去思考说，那我呢，我自己要怎么去做这个决定呢？我是根据这些人的说法，还是根据我们2个人的自己的主观的认定，还是根据什么呢？那但是不管是什么，我最后就跟学人我的回应就是说，我说他们说的分析的都很有道理，有他们的立场，我也就很尊重，但是我们2个人如果将来要在一起，最后结婚，我们的婚姻幸福跟不幸福，不是由他们2个人说了算。我觉得我们的婚姻的幸福是我们自己要去自己做选择，做出这个决定，而且
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全力以赴的去来经营这个婚姻，并且依靠上帝，我们的婚姻才有这个幸福的可能。我们婚姻的幸福跟幸福不在乎他们现在的意见，更在乎是我们两个人到底做什么决定，以及我们如何的依靠上帝。所以我就是觉得跟他回应说，我自己单方面的想法是我去韩愈继下去，但是也看Sharon他愿不愿意。如果Sharon因此就打退堂鼓了，那我也不能勉强他。但是我并不会因为好像看起来环境的声音，他的牧师跟我的牧师、神学院的老师、三方面的这个师长们的声音好像都不是那么支持跟赞成，我就决定做一个乖乖牌。我从小就是乖乖牌好学生，但在这件事情上很反常的，我竟然没有就是为了听老师的话就听他们的意见就没有就停止，而是我看见说我自己看清楚我自己，这是我要做的选择，而且我要为我的选择负责任，而且将来我如果认真的对我这个做出这个选择，并为这个选择负责任，我们的婚姻是在上帝的手中，而不是在人的判断当中、人的预测当中。对这个回应我非常惊讶哈，我觉得也是好像第一次我意识到说，这个人他是一个传道人，他不是一个羊哈，谁说了什么他就听什么啊。那领头羊说往东走你就往东走，不，他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牧者，他自己也有判断，他心里有神的声音跟神的带领哈。我说实话真的为这句话给折服啊，对他这个印象分数又提高了不少哈，就觉得哇，这个人怎么这么的不为所动哈，就是明明这么多的反对的声音，你怎么能够这样坚持呢？怎么能够这样子心里有一个立场坚定不移呢？这个力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就回想到他当时候有跟我讲，他有寻求神，有讲到耶利米买地这个事情嘛哈。我说难道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哈？那时候因为你知道我才刚信2年嘛哈，圣经也没读过一遍哈，什么耶利我不懂，真的我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哈。那回过头来我看见这个圣经的时候，哇，他就讲就看见上帝在对约利米说，我给你这个印证，让你把这个契约存下来，是要告诉你70年后这个以色列一定会复国哈。然后耶利米就跪下来祷告，然后称颂神说，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对，所以耶利米他的颂赞，他还没有看见结果，他就已经相信神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颂恩很有这个耶利米的信心啊，他觉得就算我看不到他还是有信心。我觉得那次让他我对他的印象蛮深刻，而且是很佩服的。好，那我也认同他的说法，的确别用嘴巴说，大陆人说站着说话腰不疼，对不对？这个婚姻又不是他们来做决定，也不是他们去付代价，也不是他们去做选择，对不对？他们来看的难道就全面吗？也不一定啊。牧者的声音我们要听，因为我们还是小羊，但是我们自己也要有一个判断的能力，然后更多的依靠神。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让我学到很多。我想让牧师你来补充一下，就刚才一开头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就是我们要听神的声音，不要听人的声音。那个你总结的就是牧师也是人，好像我记得是你这样总结的，对吗？你把它补充进去，然后放在这个结尾，好不好？是我在强调说，这边没有要用我个人的经历来否定说，在寻求婚姻的过程当中去寻求牧长的意见啊，聆听他们的想法意见，这是非常好的，因为也是透过这个他们从不同观点给我看，去提醒我到底想全不全面了，我做了这个决定，我是不是负责任去做这个决定，还是我只是
持着我一厢情愿、单片面的想法，然后就做这个决定，就是觉得认定了，就是 share 了，打死不退。这其实是我自己里面的老我跟这个骄傲，跟自己的欲望。可能就真像他们讲贪恋美色。可是我听了这些建议以后，去重新的思考，最后我做出这个决定的话，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针对于我所处的状况，我听见上帝对我说的话，透过这个耶利米书32章，我听见环境的声音，我也看见Sharon他的回应，那最后我做出一个决定。因为苏东我一开始说的，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么既然是神所配合的，那么不是人所配合的。牧师这些师母长们的意见值得参考，但是那个不是最后让我拍板定案的因素。如果我只是因为我自己不想要负这个责任，现在牧师这样说，那就牧师说了算。那其实我并没有负到我的责任。第二是说，我们在寻求神生意的时候，如果只是想抱着那个临时抱耶稣脚的心态平常没有在听神的声音，只要现在做这个重大决定了，我才去寻求神的声音。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还是听的不是很清楚，好像我们在网络这个会议的时候有很多的杂音，听不清楚，因为我们不熟悉。那我为什么那么笃定？就是因为我从小我知道上帝跟我的关系，我知道他跟我说话的时候那一种的经历，然后特别是他透过经文对我说话的时候，我知道那个经文后面他所带给我那个力量，就是我无法言喻，就是我里面有很安定的感觉。然后外面不管有再大的风雨，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觉得都没有办法去撼动住撼动了那个上帝透过他的话语放在我里面那个平安跟那个稳定的力量，所以我就可以在那个当时那个情况可以说是所有人都反对，所有的这个双方的教会，还有我神学院的教授都没有持赞同意见的时候，我还坚持。我觉得能够坚持下去，是因为我相信上帝，那我也相信上帝的这样的带领。虽然我不知道要等到多久、什么时候，但是我就是相信神。而且后来就看见上帝有很奇妙的去在这些原本反对的声音当中，都一一的去排除，甚至打开，甚至原本觉得我会晚婚，还有不会那不太适合确认跟我不太适合的刘小婷牧师，后来又成为我的证婚牧师，成为我的在婚礼上的主持人。这是非常奇妙的反转，我们留待下次再说。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